Hello，大家好，又到直播的时候了。我先看一看声音怎么样啊？上次直播之后，有很多人反馈了，今天就换一种锻炼的方式。今天主要是做一些我日常的拉伸、站桩的动作，有一些动作是之前那次，呃，站桩的直播啊，因为声音不好嘛，所以可能听得不是太清楚。我把里面一些重复的动作，今天再带大家练一练，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啊。另外先做一个小的通知，这周六上午11点温哥华时间，新的视频就发布了，关于哥伦比医生的读后感，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可以到时候看一下、听一听，呃，更新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另外呢，很重要一点，我在那个视频的下面放了一个链接。重要一点，我在是一个亚马逊的联盟链接，就是《哥伦比医生》这个英文版的书，亚马逊的链接。大家愿意支持的话，你就点进去就行了。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只要点进去我就是有机会能够收到一点点这个亚马逊的返佣，可以对我这个频道进行一些支持感谢大家。今天的主要内容呢，一个是锻炼，另外一方面就是念大概2、3个评论。这周的一些观众朋友，对一些这种视频说的不太清楚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疑问，在评论区留言了，我就针对性的把回复念一下，给一些没时间去看评论的朋友听一听。最后呢，就是上次直播，因为比较仓促嘛，然后到11点半到饭点我就停了。本来是想把这个小故事呢作为一个引子，讲出一些我的思考，还有大家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废话就不多聊了，我们就是开始锻炼，先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转肩。转肩呢，尽量不要往上太多，就是往后、往下。我从侧面大家看一下，往后、往下。这个转呢，大家日常活动，觉得稍微有点酸，或者是有点牵拉的感觉，都是正常的。日常我们活动呢，手臂都是在前下象限来活动，往上往后都是比较少的。所以看很多人的肩周炎都是往后是非常严重，而且是最难恢复的。我们日常锻炼呢，就是要尽量的让这个肩膀多往后、往下去动。我站近一点啊，没有下半身的动作，就站近一点，看得清楚一些。尽量匀速的去转这个肩膀。我自己平常大概是转50下或者是100下做一组。再转右肩。我的两肩的这个活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平常干活干多了，左右不平衡，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左边肩膀就僵硬一些。是看一下侧面，不要转太快，转太快的话，你的肌肉韧带就很容易紧张起来。转得慢一点，这样让它能够放松的达到它的关节最大活动范围，锻炼的更充分一些。这个在传统武术里面应该是叫做摇肩术，它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肩胛骨往内往下这样去活动。所以大家不要关注这个肩膀的
肩峰这个位置，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肩胛骨有没有动。很多人肩胛骨和肱骨它的这种联动是出现紊乱的，有可能看起来好像动的幅度很大，但是肩胛骨没有动。然后就是左右交替，这些动作就是传统的功法，都不是为了好看，主要就自己感觉舒服就可以了。然后在两侧同步，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脊柱头部是稳定的。有的人做着做着就变成这种探头了，这样就没有什么锻炼的效果。可能看起来是在动，但其实是你的这个脊柱在动，就不要这样探头去做，就是还是要坐直，主要是维持脊柱的稳定，同时转肩。这个可以你站着不动练，也可以坐着练，也可以一边走一边练。这个就是我是主张大家就是全身，你习惯之后一边踏步一边去练。我就站远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就是一个全身的运动。现在我就能感觉到肩胛骨之前可能活动的不太到的地方，就开始有充血的感觉，有一些酸胀。这个动作对颈椎病、肩背不舒服啊、容易紧张的人，还有高血压，还有一些失眠、头疼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动作，都有很好的调节的效果。这个基本的转肩，我们简单转一下。我自己练可能会做的组数更多一点儿，直播我们就主要是把方法展示给大家，大家看起来以后可以自己再慢慢练。有的人在留言下面说想出这个跟练版，说让我把这个剪一下，那剪视频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如果有愿意切片的朋友，可以帮忙切片一下，你发到自己的频道也可以。我们就是示范为主，如果需要跟练版的话，我们以后再专门练这个跟练版。就比如这一个动作做完一组，然后慢慢做几组，做完了。今天这个冯老师也来了，他想跟我一起锻炼一下，我们就欢迎这个冯老师。哎，你好啊，开始了，我先自己热身啊，你准备好我们就一起开始。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冯老师，还是说刚才这个摇肩的这个动作？主要的轨迹呢，就是我们关注几个点，一个是肩峰，肩峰的话，运动轨迹就是往后、往下，尽量不要往上，也不要往前太多，因为我们日常活动都在前面，所以就没必要再专门往前太多了。主要是肩峰的轨迹就是往后、往下，然后肩胛骨呢，我拿手做例子啊，这个手就是我们两个肩胛骨。平常呢，可能很多人这个肩胛骨用的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是上肢的这个支点，所以它的灵活性还有稳定性是对我们上肢的健康、对我们胸椎的健康、颈椎的稳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转肩的动作是让这个肩胛骨它有一个往内收、往下这种活动，就是让肩胛骨沉起来。
好多人肩胛骨就往上，就变得这种虎背熊腰的，或者好像脖子变短了，这种就是看起来从美观上说也是不是很好看。然后从我们的功能上来说，就是对这块局部的血液循环呀，对头颈部的状态也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欢迎冯老师啊，给您个麦。是这样吗？对，加上就行。刚才我们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腰间束，我再给你讲一下。好，以前可能给你讲过，但是时间长不练就容易忘。它主要是通过肩膀的活动，然后带动肩胛骨，带动胸椎和颈椎。但是我们不用说刻意去动，幅度很大，主要注意力就是集中到肩膀上面，然后让其他地方，胸椎啊，然后颈椎都是尽量稳定住，这样它的活动范围是最大的。活动呢就是这个肩膀的肩峰，我们就不要往前，也不要往上去，主要就是往后往下。所以我们把这个放松的这个姿势，有的人是圆肩，然后肩膀就会往前，肱骨前移，那没关系，你平常什么姿势，我放松的姿势是在前面的就在前面，是在中立位就在中立位，我们就把它当做中立位，从这是起止点，当做开始的点，然后先往后，尽量往后。如果我往后不了，往后很紧，能动一点，能动1毫米也是可以的，有这个意识往后就可以了。然后往下压住，可以用手去辅助一下，你手扶在这里，去感受它的移动。很多人的这种关节位置觉比较差，你说让他往后，他说不知道怎么往后，然后往下不知道怎么往下，下在哪儿，他就控制不了，神经控制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可以用手辅助，手放在这个肩头这里，闭上眼睛，然后想象去往后，这个手辅助给它往后推一下，然后往下给它压下来，压下来之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不用往前去。然后时间长了我们就知道学会往后往下去转肩了，就是先往后，就是往再后往下，先往后再往下。然后你往这边一点到画面里面，往后往下，往后往下，我们就做10次，来，1、2，不用很快，慢慢的做就行。3、4、5、6、7、8、9、10，好，换一遍。1、2、3、4、5、6、7、8、9、10，基础方法就是这样。我竟然有点响，响是正常的，正常的。对，就是一般这种响都是韧带和筋膜摩擦的声音，不是说骨头碰到，骨头碰到那个声音一般都是发闷的，闷闷的声音，而且那个声音就是，你自己听着很大，因为它是从身体里面传导过去的。你像我在你旁边这么近，我其实也听不到。这个麦克风收音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可能都收不到这个声音。很多网上那些正骨的声音都是专门后期放大或者是配的音，所以就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夸张，它就是人体自然的声音。这个声音呢，也提示说我们的韧带筋膜有一点缺血，它的性质有一些变差了，弹性变差，所以你那个角度可能很久没动了，然后它突然一动，就好像你这个门很久没开，突然一开，它可能有一些地方摩擦，就出现声音了。对对啊，它不是大的问题，如果没有疼痛，没有说动不了，就它还能动，但是这个已经有问题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然后单侧的我们练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哎，我左边肩膀不舒服，那我可以左边多练，或者我就光练左边。然后但是一般我们还是主张就是左右都是平衡的去练，然后左右交替。然后练熟了之后，就我动作已经很熟了，能控制住，没有往上耸肩了，没有往前跑了，啊，都是往后往下，这个轨迹很连贯，每次都很流畅了，不会说到那儿哎卡住动不了了。那我们就可以练这种左右交替的动作，就是左一下右一下，还是同步的。
这样的动作好处就是我们两个肩胛骨带动肩膀这种规律的去动，它就可以让胸椎能够松松动下来。对，松好了下来。多人觉得这胸椎很不好练，不管是健身，我想把这个背练的肌肉好看一点儿，或者说我有点驼背，有点富贵包，我想练下去，不是说我去对着那个硬的地方，对着增生的地方去使劲儿，而是我们先给它创造空间，通过肩膀活动，肩膀活开之后，它有了足够空间，它自己就会回去了。它之所以会变形、会突出，就是因为你这个肩膀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它这已经拉得很紧了，没有空间了，它只能往那个地方去增生，往前去变形，所以就出现这种形态功能的问题了。对，这个对我特别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这个地方问题现在就是上交叉综合征嘛，哦，圆肩、驼背、头前伸这个非常多，特别多。它就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我们久坐呀，开车，还有平常都是低头的这种活动太多了。对对对。有意识的，我想起来了，就是松几下肩，转几下都可以的，不是说我一定要找出一个时间，我练1个小时，练2个小时。第一个，这个地方它这个小肌肉群很容易疲劳，你可能做不了那么多。你说我要做100下，刚才我说了，我平常自己练是每组可能做50到100下，你真的转100下试试，可能你转不到100下，你就酸的受不了了。嗯。你不要追求这种极限，我转10下还很舒服。行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工作工作，该做家务做家务，然后做一会儿，哎，我觉得有点累了，再做。我停下来再做一做这些活动。对，用零散的时间对加起来也是。对，就是碎片化锻炼，对对我们叫锻炼生活化，生活锻炼化。好，这个很重要。是，就是主要是观念的问题。你有这个观念，其实就已经比你那种埋头苦干要损伤要小很多了。对。这是交替，左右交替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再加上一个，两边同步的，也是向后吗？不向向上？后向下，没有向上的。为什么不向上呢？哈。因为我们日常的活动都是往前往下的，啊。然后往上呢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颈椎。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个专门往上的动作，哦，对对对，就是要知道怎么回事儿。对它的锻炼的方式啊、逻辑，它里面蕴含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对。啊，就是不是说啊，我每个动作我最好是所有都练到都了照顾到。啊，有这种可能，但是对。它对人的这种神经动作控制能力就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是先从简单的开始，简单的能练好，才有机会去进一步的提高。好。我们练一练这个左右交替吧，试一试。好。左右交替就还有一个练法，就是我们加上这个原地踏步。啊。原地，您在那儿就行，我嗯。离远一点，大家能看到我的脚。左右踏步呢，就是这个脚要稍微有点外八字，它和其他的站桩这些要求两脚平行不太一样，这个要求有点外八字。这外八字的角度就是你舒服，可以把腹股沟打开，哦，对。这样让我们这个腹股沟髋关节能够参与到，能够让它的下肢的血液循环更好一些。然后左右交替，同时有这个挺舒服。原地踏步，不用抬太高的腿，这个要跟你的肩的活动幅度要匹配。这样的话，就通过我们的肩胯互错，可以让胸腰段还有腰椎和骶髂能够得到锻炼。这个就是熟练以后，就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走就可以练。正常走就行对，了哈。就是你幅度小的话，别人也不一定能看到。对。你要做的太夸张，就容易被人打了，就看起来走得很嚣张那个样，那就电影里才能哦，对，出现那就好像有啊。点。对，但是横。其实就是我们日常走的话看不太出来的，这个就可以代替好多人现在走路是不摆臂的对。啊，这个就造成很多你肩胛骨就活动越来越窄，然后它越来越差，功能下降之后出现很多问题。然后我们走路的时候有意识的，你去转一下肩膀，就是我想起来了，我转一下，想起来转一下，然后别人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对对。然后你不影响你日常生活，但同时又能得到相应的锻炼。这个是，呃，交替左右交替，加上下肢的配合。还有一个练法呢，就是我们两个肩同步。同步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加强一下我们这个肩胛骨内收的这个动作。就是我们转肩呢，外面看是让这个肱骨、让锁骨、肩胛骨让它往后，但其实目的呢，是为了希望让这个肩胛骨在我们后背呢能够往脊柱靠，往下收，沉下来。
这就防止好多人就看起来虎背熊腰，就是把它就是肩胛骨往上，哦，对然后看着脖子也短，然后头也被迫的往前。对对所以你刚才问为什么不往上练呢？就是说好多人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肩胛骨太往上了。对，我看好多人都是对，你让他抬手，他抬不起来，他抬到这儿就觉得很高了，哦，他就抬不到这儿，就是因为他肩胛骨已经往上往前了，反而所以这个对他在这就对他来说，就是肩胛骨这个支点就已经是最高点了，就这个角度小了，角度小因为了，向前嘛。所以我们要强化的就是往后往下这个角度，就是两个同步的，就是这个练也是可以配合就是原地踏步呀或走路，当然就是不太自然的这种方法，所对，以去外边走的话，可能别人觉得这个人很怪奇怪。怪的哈。那你自己在家练没关系的，就是我自己在家就没事就是可能一边刷剧的时候啊，看一些视频，就一边这样练。坐着练也可以的，就是我坐着练，然后但是我下肢就动不了了。对，一块儿对，做好一点哈。是这个是摇肩术，然后做完摇肩术，我们抓紧点时间，就是你刚才说往上怎么练，嗯，往上其实不需要练，人的本能他就是要肩胛骨就耸起来了。有很哦，多人你看到他都是这种耸肩，甚至他不会放下来，就跟他的神经紧张有关系，跟他的这种应激模式有关系。那我们反过来要做一个让他肩膀下来。对对对，好多人他上去习惯，他觉得这个是中立位，你让他下来，他说我这就是放松的状态啊，哦他觉得这个是放松的状态。那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可以更放松的，那就是有意识的就反过来先让他更紧，哦，然后他就学会怎么能放松。时间长了，他肩膀就能够降下来，然后脖子就能回到中立位了。这个在峨眉十二桩里边叫含肩缩背。看电视对，对，方法呢就是，我们就不做十二桩里面那个就难度就太大了，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简单就是我们把肩膀耸起来，耸到最高处，然后吸气吸满，吸满之后，随着一点点呼气，然后呼气，慢慢把肩膀降下来，然后再一边吸气一边耸肩，吸满之后一边呼气一边肩膀放下来。吸气耸肩，呼气沉肩放松，吸气耸肩，呼气沉肩放松。这个沉下来的时候要加吗？可以不加，可以不加哈，就对，是自然的。主要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上下的这个动作上。我们就做了几次以后，他肩膀就能放松下来了。这个就是好多人肩膀紧张，或者是觉得肩膀很硬，然后脖子很紧张，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锻炼的。甚至有一些急性的落枕，如果他是胸锁乳突肌紧张，或者不是那种小关节水肿的话，做这个动作他也能够放松下来。嗯，不用做很多，大概做5到10次就可以我了。当时是，对。含肩缩背的话，它就是还要再加上上肢的这种发力的动作，那嗯，个就控制不好，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就不演示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峨眉十二桩的书。含肩缩颈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十二庄？峨眉十二哦，桩峨眉啊，啊，对峨眉看那个，对，这是一个耸肩上下，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旋转，一嗯，个上下，对，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前后的这个我之前拍过视频，就是武当的铁松派，武当松溪派的这个嗯，金风斗肘，它原本的练法呢就是五指张开，然后往后收回来，再往前。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旋转，这是我自己加的，就是先大拇指朝下，大拇指最好高过肩膀，一边往外旋转，旋转回来之后贴着肋骨收回来，两个肘要尽量加紧嗯，啊。它的目的也是让这个肩胛骨回来往下，所以就不要耸肩去弄。有哦，的人一练就耸肩了，就就是一定正常，沉肩的，就是对，往你的肘关节呢，就是要往后往下的这个角度去。
它要抖肘啊，以前的动作还是要有这种爆发力的。然后我们为了日常锻炼的话，就没必要练这个爆发力，就是缓慢的，一边旋转，有外展，然后有收回来，把这个前后方向练好。这个很多肩膀有问题的人，最先出现的就是这个前后有问题，他才发现。嗯之前我们说肩胛骨它先往上了嘛，嗯，往上，然后往前，它往后其实受限的，但是日常生活我们往后动作比较少，所以啊，他发现不了。对对对，然后他发现觉得，哎，我肩膀出问题了，王老师发现他往前往上都动不嗯了了，嗯，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粘连的比较严重了。就是最开始应该是后问题是吧？对，一般都是先是后面，就是胸嗯廓、肩胛骨先出问题。嗯而我这治疗呢，就是先治后面。好嗯，多人呢就觉得，哎，你怎么治的进展这么慢呢？啊，他得要看整个疗程，对对对，就你整个疗程是缩短的。就我们先考虑他后面的，你不是说我现在发现这个上举啊、侧举有问题，我先治这儿，治这儿很快就能好。啊，对，这是好像，哎，我往后还不行，然后你又在这儿往后，嗯，那你其实就是没有一个规划。这种治疗呢，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是整体的恢复它会出现一些这种阶段性的态势，就是就那个什么，你前面治疗完了，后面又治，后面治完以后发现哎前面还是后面，还不行，哎因为你后面没解决的话，它前面就很容易反复的。就是治疗的次第，对，哎呀，就是一点儿治疗思路吧，那对，也不一定说我的方法就对，但是我这么治还是效果不错的。就是你的临床总结，啊，对。啊，关老师也是这么治的，就我们嗯，大家都是这个各种方法比较之后，觉得这么治疗可总结出，能更稳定一些，对，就很少会说已经治好的效果，他不治了又回去，啊，你治成这样，哦，他就是这样了，他嗯，就很难再回去，就是稳定的，稳定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步步回去。但是缺点呢，就是可能你对他一些日常的一些紧急的动作，他紧急需要的动作，他可能就恢复的好慢，像没那么快，嗯。但是整体看其实还是缩短很多的时间。就是肯定你们还是总结对，了很多案例，但是肩周炎好多都是全身的问题，所以它恢复的真的是慢。有的我们看那个医案，很有名的老中医治这个肩周炎，嗯，都要9个月、10个月，甚至是1年。哎，有的人就说，哎，这肩周炎是不是1年就自己就自愈了？它其实不是自愈，它是你适应那个状态，你知道怎么去用身体其他地方，我抬不起来，哎，我用这个腰，我用其他地方被动的去抬，我够不着，那我就拿其他的代偿一下，我拿个工具，他去检查的话，其实发现他那个角度没有什么变哎，化，没好啊，并不是好，是你适应这种变形的动作了啊，对变形的动作，或者是我够不着，因为好像有的人他因为意外啊，可能肢体残缺了，嗯他没办法，他就用其他的这个残疾的其他的位置来代偿，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正常，不是我们从医疗上想要他恢复的状态。最佳选择不是，哎，有的人没办法，他是对对对没有这个治疗的问题。对，这就是我周六要讲的这个勾鲁医生这个视频要讨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嗯这个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周六11点，去听一下。然后我在下面放了一个亚马逊的链接，啊、啊你只要点进去就是对这个频道的支持，不一定真的要买这本哦，书，那个就是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如果你说英文不好，想看中文版的，我就不贴这个亚马逊的链接了。当然，你也可以在亚马逊上买，我看它也是有这个简体中文版的。繁体中文版的我没看到，可能你要去台湾的一些网站啊，或者是你当地的书店去找。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书呢，在大陆出版的和在港台出版的繁体版、简体版和繁体版的书名不一样。简体版叫做《勾勒姆医生》，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医学？然后繁体版呢，它是叫做《医学的张力》，啊，就翻译不一样。你要住在台湾的话，或者住在香港，你去找书店，你去找勾勒姆医生，你可能找不着。你去找那个医学的张力，你就能找得到。那你如果是在大陆的话，你去淘宝、去这个京东，你去搜，可能也搜不到这个医学的张力，你只能搜到勾勒姆医生。啊，我这叫什么医生？勾勒姆，勾了，
对，它是一个犹太神话里面的一个泥土做的巨人的名字。哦，有他就是的是听。就是作者就拿这个神话传说这个巨人形象来比喻这个现代医学的一些问题。具体的我没有把这个书里面所有内容都讲，因为比较多嘛，讲了几个典型的例子，然后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啊，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嗯。这个是肩膀，然后我们讲一个动作是，之前视频里发过几次了，就是说缓解这个圆肩驼背、头前伸的动作。之前也有观众私信就问我说，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好像是新西兰的一位纹身师吧，他可能是因为工作，他的长期的动作就是这种低头，而且很专注的要长时间处于一个姿势，因为他这种应该是颈肩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做这种布鲁格舒缓姿势。之前因为是口播的视频嘛，所以那个镜头就照不太清楚，我在这里就全身的演示一下。它其实是要你第一个就是五指用力张开，然后这个手呢，不用说打到特别高，就是打到45度、30度就可以了。然后在你身体两侧呢，要有一个外旋，让大拇指到最后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肩膀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强一下，让它有一个往后，这样就把肩胛骨也给锁死了，肩胛骨和胸椎锁死。这个时候我们再缩脖子，就是让这个下巴，嗯。下巴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头颅是水平的后移。哦，往后面移。对，然后好多人一做就变成低头了，不要低头，一定是水平的，保证我们的视线是水平的。然后所以它是你可以分成3步来做，就第一步外旋，然后外展，缩脖子，然后停住10秒，10、9、8、7、6、5、4、3、2、1，好，放松。它是原理很复杂，但是动作很简单，效果也是不错的。一般都是像这种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的人，你去专门做一做，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即时的放松。长期做的话，对这种结构的调整也是有帮助的。关键就是要坚持，然后做对细节，外旋、外展，然后收脖、收下巴。整体后移。整体后移，然后我们注意力要集中到这个大椎这个位置，就是哦，让它这个整体颈椎整体过去，不要有这种前仰后合的这种动作。有感觉，就好肯定是像这里有感觉的。打开了。对，就是和我们没有伏案工作的话，其实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也是对对往前的多一点，对。所以要专门有这种往后的锻炼吧，或者说我们有意识让它有一个往后的活动。有的这种治疗的流派就认为人体的结构是不能往后的，但其实你通过特定的这种序列动作，还是可以让它有一个往后往上的力，只是说可能，不是说一个瞬间改善的，它是需要一个长期让你身体恢复它本体的位置，知道啊，这个我的身体、我的头、颈椎还可以回到这个位置，然后慢慢它就会发现，哎，这个位置其实比我在前面的时候更舒服，对。它就能够回来了。这个动作呢还可以做一个加强，我就是在后面能够看到下肢演示啊。这个下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也不是要两脚平行，当然也可以两脚平行做。这个有的人是主张两脚平行做啊，有的人呢，我就来建议说，大家还是脚尖和膝盖稍微的有点往外撇，让腹股沟打开。它是要做一个屈髋屈膝，就是上半身身体往前倾的动作。嗯。大家可以试一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外旋、外展、收下巴，然后再加上一个身体前倾。这个时候，这个力呢就可以贯穿到你的整个脊柱，从头顶一直到你的尾骨。嗯，那个头是向上的吗？还是就是你不要想向上，就是就是我们就是自然？收下巴，收哦，还是下巴之后，它自然就是往上的。它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动作加一个这个对，去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头颅，就是我们收下巴呢，这个比如说原来是这样的，嗯原来是这种低头的嘛，嗯嗯。然后我们收下巴之后，它就
它就回来了。它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嗯嗯，对，就是这样一收回来之后，这个在峨眉十二桩里边叫提耳根进，就是我们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头颅下巴这儿往后了嘛，然后这个上面这个颅骨就是转了。顶骨就是往前，然后你的耳根这里就会发紧，好像往上提了一样，嗯，这叫提耳根进。对，有点看。呃，这是一个扩展，就是加上下肢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最少也要10秒。如果你要想效果好的话，我建议是30秒到1分钟。就数对，30个人。30秒到1分钟，然后我们做3到5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太多。既然提到这个下巴呢，我们就再讲一下，就是十二桩里面它还有一个叫凤点头的动作，它呢就是强化这个收下巴，也是对颈椎还有胸椎、肩膀一些问题的保养效果很好的。它是呃注意力就是在我们这个下巴，下巴收回来，然后往前探，再收回来，往前探，就等于我这个下巴是做一个往回收前，然后这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最好我们是盯着远处一个固定的点，然后再反过来也是先往上，然后回来再下去。这个不勉强啊，有的人可能他颈椎比较僵硬，就不太容易做这种动作。就包括这个是前后的，那左右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更多人不能做了，就不勉强。就是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还有这种练法。有能力的人可以试着练一练，但也不需要练太多，它就是一个小功法。这是凤点头。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外旋外展，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呢，前臂上肢主要都是一个内旋内收的一个动作，向前。对，向前，然后内收的动作，包括我们去做很多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网球、高尔夫球，它很多都是这种内旋的动作啊，高尔夫有这种外旋的动作。有点烦哈。对对，所以内旋的动作呢，你就容易有这种网球肘，然后外旋呢就容易有这种高尔夫球肘。呃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日常生活，就我们做家务啊、工作、开车、学习，都是还是这种内旋的动作多一点。大家去检测，就是我放松放在两边，手放松了之后，你去看你的这个手，如果是基本上大拇指是朝前的，就是属于是相对中立位。但大多数人呢是手背朝前，就说明你的这个变成手背朝前，这样是你觉得放松的姿势了。正常呢应该是大拇指朝前，这是中立位嘛，就说明你的肩膀。但是有的人圆肩驼背之后呢，就变成这样，那就变成手背是朝前的。对。当然也有人是手心朝前的，这种比较少，但是也有，说明你的身体结构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要纠正呢，就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呢，就是摔跤和太极拳里面都有，就是那种太极尺，没有太极尺，没有这种短棍的话，拿个擀面杖也是一样的。很简单啊，就是先上手呢是反手，然后下手是正手，然后转一圈变成上手反手，下手正手，然后再转一圈你就做得快一点。这个就都是让手有一个，你看我们手就是在外旋，而且它是因为有一个杠杆嘛，所以你通过2个手可以让这个外旋加强。有个张的力量哈。对，摔跤的练法就是会更暴力一些。我们日常锻炼的话不需要那么暴力，就是这样练就可以了。这个可能你不用力的话，就是多练几次就行了，来试一试。好，都忘记了。上手是反手，这样子吗？反手，对嗯，对对，上手是反手，这样这个烦。对。
哦，这样子，对对对这样子哈。对，这个手要转。这个你看啊，我分解做一下。嗯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上来就嗯这样就行了，对吧？嗯，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下面这个手呢，就是要转一圈儿，就变成回来哈。反手了。啊，然后这下面的时候，上面这个其实是不用动的哈，就是这个东西转就是了，这就是你的个手就是手要动。跟着这个棍儿动就对行了哈。对说是说一做又忘记了，啊，没关系。反是这样反吗？对对，反手，又不对了，好像哈。手转一圈儿，上面那个手转一圈儿，就变成反。这样吗？不是，你看我的下手啊，这啊，个，看的时候好像对对对，看对了，但是这样转过来，这个手呢，你要这样转一圈儿，给它哦，送出去，转一圈儿送出去。这样吗？这样子哈。对对对对，转，哎，对，做的很好。但是一看就对对，就是这样。对这个得学学，对，就是能做到，但是但是你这个就是活动平常要做。幅度明显就不够。对呀，而且就是松了嘛，那个手哈，完对，全就那没关系，其实练一练就能改善的。好。你这个可能也稍微有点粗，你回家可以拿细一哦，点的。是这样子的哈。对，嗯，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整体拉伸的一些动作。一个是，上次站桩的那个直播，我们讲的这个有这个观想少商，然后有这个一字桩。一字桩之后呢，我们这个都是要求两脚平行，两脚平行要肩的这个内侧和这个两个脚的外侧要属于一个水平的状态。边的内侧两对，边外就是不要太宽，也不要太窄。然后两个手就侧平举，它是一个要求往后、往上，就是不要往下，不要往前，就是往后往上的动作，就原理就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嗯哼然后五指一定是用力张开，把劳宫打开，然后中指呢就对着两侧，往两侧用力去够，把这个手臂伸展开，肢体放长。这个传统的练法，它是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我们日常保健的话，就是做30秒到1分钟，或者我觉得酸了，有点不舒服了，我们就换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呢，保持整体架构其实是不用变的，我们就先把右手的手掌原地转到手心朝上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阴掌，一个阳掌。嗯哼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之前站的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它有点酸、有点麻的就变了，因为我们受力的位置结构就发生变化了。然后还是假设做了30秒到1分钟，然后两个手都翻转，一个手心朝上，一个手心朝下。这个是杨氏太极拳的一个基本功的训练。这样就可以让你做这个一字桩这个整体架构的时间更长一些。我每个动作可能一开始我做30秒，我手就胀得不行了，或者手就麻了，或者肩胛骨那就受不了了。嗯哼，没关系，就是转一下就可以了。挺好玩的。对，就是大家可以只练这一个动作，基本上全身都可以锻炼得到。然后做的实在是胳膊就要往下掉了，觉得站不住了，怎么办呢？嗯哼我们这时候手心朝上，这个手呢，就慢慢移动，移动到前面囟门这个位置，嗯哼然后手心朝下的手呢，就慢慢移动，移动到下面，到这个尾骨的这个位置，嗯哼就等于两个手是相对的。嗯哼，就感觉上两个手是对的，对对对。对，如果你这个气感比较好的话，就是也能会有更丰富的感觉。但我们不追求这些感觉，那个这脚就随便了，什么只是位置脚就两对就行。脚平行就可以。对，嗯，这样就又能多站一会儿，能多站30秒也可以，多站15秒也可以，或者我就站10秒，我就换动作，然后上手呢就朝下，下手朝上，
又恢复到一个阴掌、一个阳掌的状态。然后我们做10秒，还是掌心朝上的手往上，掌心朝下的手往下。十字手，这就是。当然，太极拳有太极拳的练法，我们就是借用它的动作，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再回来，收工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先要变成2个手都朝下，然后慢慢的2个手都往前，变成一个指尖相接的状态，合十，重心都移动到右脚，移动到右脚。对，重心到右脚，左脚变成虚步，然后觉得站稳之后，然后把右脚贴回来，这个时候处于一个稍微有点半蹲的状态，然后手掌朝下，腿伸直，2个手到身体的两边，这就是双掌下按式，中指要朝正前方，然后手掌往下摁，也叫五心向地，就是手心、脚心都往下。现在很多人都是气息往上浮嘛，头重脚轻，所以最后收工的时候，一般我们就做这个五心向地。这个动作可以多做一会儿，做1到3分钟都可以。太长时间就意义不是太大，因为我们不是追求一些神通啊，或者是追求一些武术上的东西。手伸不直没关系，但是只要是保证中指朝前，然后掌心朝下就可以了。然后练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手臂就能伸直了。最后再慢慢手放下来，变成这种无极式，休息个30秒到1分钟，最后散散步，活动活动，这个整套锻炼就结束了。我有点出小汗了。嗯。就是这种传统的，它会出汗，是因为就是它锻炼到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锻炼到的地方，没有用到的地方，所以它会刺激这些地方，你就会有一些生理的反应。有，它就很松了这里。对，它就是你有练过练到这个地方之后，你的意识、你的气血会到这个地方，所以它就能够放松下来。和现在的一些健身理念不是太一样，但是从神经生理学上其实是能够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这样做完以后会有效果，而且效果还可能比一些现在的一些体育锻炼效果更好。它那种因为就是很慢哈，嗯，你那个心思可能能跟到那个位置，对，就我觉得。你的心神还有你的神经能够跟得上。对，所以它可能就 work。对，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全身拉伸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稍微的腿可以站得开一点，嗯也是尽量2个脚平行，但是做不到也没关系，因为它重点不是下肢，重点是通过我们手的引领，然后肢体放长，活动脊柱，活动全身。以前香港出过一本书叫《筋长1寸，寿长10年》，没听过哈。这个理念是没问题的，但是它的具体方法有一些问题，他就主张就是可能什么拉筋凳啊这些，就是局部的这个筋去拉，这个对有些人是比较适合的，但是不能过量，因为你局部的拉太多的话，非常容易受伤。是我听人说过。对传统的这种练法呢，还是说我们全身的拉伸，就是通过我们的动作来让这种整个身体肢体能够活动开。方法呢就是很简单，我们就先用右手为例啊，从身体的中线开始往前去够，这个要带动整个身体，你往前
你觉得再往前一点，你就要往前迈步了，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从你的手能到脚，它都是处于同一个立线的方向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动作来让体内的这个立线，或者说叫气机，或者叫经脉都可以，正，就让它处于一种整体拉伸的状态，嗯然后给它一个方向性。然后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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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不了了，因为你再往前，你的脚就要动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能觉得小腿啊、脚趾都是在用力的，然后就是变成往上了，往上，往上，往上。这时候你手一直往上的话，你就发现你整个侧边的身体都是处于拉伸，拉伸的状态。然后把手掌转过来，大拇指朝前，小指朝后。再往上，往上不了了，那就是要往后去。手的这个眼睛可以看着手的大拇指或者中指，然后一定要保证这个手过你的身体的中线，这样才可以拉伸到。然后回来，回来之后我们换一只手，拉伸另一侧，就是要做到匀速，不用太快，然后每个位置都到极限。回来，我从侧面做一下，往前，往前，往上，转掌，往后。我来做一下后面的动作，往前，手都是在身体的中线上，甚至往后的时候，我们要超过中线。回来，眼睛一直跟着手，这就是一个全身拉伸的动作。之前我们录过视频，就是光是头动了，头动的话，这个也是很好的颈肩锻炼的动作。但是这个呢，就是全身手眼身法步，从手到脚到我们的头、颈椎都可以锻炼得到。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找一个墙壁来做一下单侧的放松拉伸，离墙大概1步远的距离，不用太远，近一点就可以。然后靠墙这只脚往前迈一步，这步子不用太大。靠墙这只手，五指用力张开，放到墙上，然后身体靠过来，你就想象这是地面，你躺在这个墙壁上面，30秒到1分钟。然后换一边，靠墙这只脚往前迈一步，靠墙的手五指张开，用力往上够，然后身体靠过来，躺在墙上，那个躺在墙上的时候，这个手还要向上伸吗？还是尽量往说是上伸，然后30秒到1分钟，我们就是一般做5到10次，大概就10分钟左右。侧面这个韧带、筋膜也好，经络也好，就日常生活很重要，它是维持稳定性、维持这种平衡的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日常锻炼的比较少。那我们今天锻炼就先讲这么多吧，我看已经快1个小时了。嗯，洪老师，我一会儿就是要念那个评论，然后讲故事，你要好，在这儿听还是怎么？听听听，行，我先看看有没有在线的这个聊天的朋友啊，怎么看呢？还不太会用这个，上次调出来了，这次调不出来了，拿手机看吧。这个是电脑技术不行啊，我拿我手机给你看，是不是可以啊？好，不用我拿好，我手机看就行。
哎，这个聊天记录没出来呀。哎，这个朋友说的什么这么一大段啊？KGHPN7YB，今年36岁，属马，本命年，月经周期较长，38天，八字都给了。这个情况写的太笼统了，只给了一个八字，颈椎的问题。你的日常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平常做什么，这个你都没说，我这个没法给你看呀。你要不然你就写个邮件吧，写个邮件，简单说一下你的情况问题，然后我看看怎么帮你起主意。这个其实笼统来说的话，还是说要增加下肢的活动吧，多散散步，增加下肢的运动啊，跳绳、跑步，把气散开啊，或者是练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动作，双掌下按式，就是五心向地嘛，把气往下引，这种就可以避免火气往上冲。但主要还是说你的生活方式吧，你的饮食情况啊，喝水够不够，还有平常的这种作息有没有什么问题。36岁，月经的问题是月经的问题，然后颈椎的问题是颈椎的问题。你说这个上火的问题呢，有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或者是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这个都要综合考虑。就是我们通过网上这么一个简短的信息或者观看你一个八字的话，是没有办法判断具体情况的啊。你要是想弄的话，最好是能面诊，就是过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或者你离得远的话，你就写个邮件问一下。嗯，这块儿就说到这个，上次有一个观众啊给我写信讲，他说觉得自己是被狐狸精附体了，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后来呢，有位神霄派的道士，我们给他做法，他就觉得自己好了，然后给我发了照片、视频，呃，我就征求他能不能把这个来信给他在节目中念一下，同时跟他讲一下什么问题。但是他也没回复我，可能就觉得我给他说的这些否定他的一些认知了啊。但没关系啊，我尊重他的隐私，我就不讲他具体的事儿。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关键点要说一下，以后再有来信的，我就不征求意见了。你就来信的话，我就默认你可以让我把这个信在这个节目里念出来。但是简单说呢，就是有一些心理问题，有一些生理问题，还有一些就是认知的问题。像你觉得是狐狸精附体了，它是有一些指征的，比如说我上次讲的那些，就是我们实际能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实际上它也会说出一些东西，你是有实际的这种交互的，而不是说是靠你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说靠这个道士告你说你被狐狸精附体了。然后他给我看的这个照片呢，其实是一种皮肤科的问题，是他这个脂肪出现长期压迫之后会出现的脂肪，这种就是久坐不动的人就会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也见过，那个印儿啊，完全不像是狐狸或者犬科动物的爪印，那像是一个人的4个手指的印。我怀疑是你可能是这个手老长期压在这个地方，不用压很长时间，就是当你这个皮下脂肪因为久坐，它那个脂肪出现问题之后，你可能就压了5分钟、10分钟就出印了。正常人他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过一会儿他就消失了。但如果你的下肢脂肪出现问题，因为久坐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它那个印儿消失就是需要半年到1年的。
而且那个狐狸那个爪印是这样的，然后人的那个手指的印才是这样的，所以你那个发那个照片啊，就至少跟狐狸跟这个动物没关系，还是更多是一种生理上的问题，就是一种医学上的疾病。另外一方面，你给我发的视频呢，就是呃一些这种光点这个好多，我看那个老王也提过，有的来信就说，哎，我这个手机的红外照到鬼了，或者照到灵体了，还有网上好多这种类似的视频。这个就是要是玩专业摄影或者摄像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就是一个夜视功能或者叫红外功能的一个光学错误。大家可以复现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还没时间，我要有时间我也拍一个，就很简单，你找个家里那个面粉有吧？那个面粉你就先玩一玩那袋子，玩一玩之后，你把这光线弄暗一点，不要太暗啊，你就打开那个手机或者你的单反的这个夜视功能，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有这种光学误报，因为你用红外或者用夜视的时候，它本身镜头会往外发一种这种不可见光，就是你肉眼是看不着的，但是这个光呢会照过去，照过去之后，比如说面粉或者日常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空气的粉尘，它就会反射这个光，然后你的镜头就能捕捉到这个东西，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光点在这个空中动来动去。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呢，是这个移动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符合布朗运动的特点，就是没有规律。然后我们通过望诊，如果是比如去坟头，或者去一些庙宇，或者去一些地方，看到那个真的灵体，它那个运动明显就是一个人为规律的，它有很强目的性的这种运动轨迹。所以就是这个来信观众给我发的这个视频啊，我的判断，按我的理解判断，就绝对不是灵体，那就是可能你家粉尘比较多，然后你打开那个夜视功能之后，它那个布朗运动那个粉尘反射的镜头的光，你单纯靠镜头，好多都是这种误报的问题，包括特斯拉的这个误报啊，说什么旁边有小孩在骑自行车啊，有人站在那儿，好多是因为就是它算法的问题，就是它的光学镜头捕捉到一些东西，它会往它能够识别的物体去靠，它为了安全，它就是说这个人这个信号，它可能30%可能是个人，那我就报成人，就避免撞上嘛。所以特斯拉就会有这种很多的误报，但是现在它算法改进之后，已经误报减少了，不是说什么第一代才会误报，是因为它那个雷达啊，理论上说，你通过这种物理的方式可以干涉到这种呃灵体，但是但是你观测的方式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简单说就是这么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提示大家一下，他是被一个自称神霄派的道士拯救了，就是给我们怎么给他做法呀，然后告诉他，哎，你已经被解除这个附体了，然后他就好了。这个呢，我看完之后呢，第一个就是被骗了，但是呢，你被骗之后，你心里得到安慰，哎，你觉得哎，我真的好了，我这个附体这个狐狸精被这个道士赶走了，然后你就真的好起来了，这是一个强烈的正向心理暗示。本身呢，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在我周六那个视频也会讲，就是其实现代医学也好，中医也好，很多医疗手段就是通过这种心理暗示的安慰剂效应，来让这个病人好起来的，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假手术，就是你膝盖本来应该做关节镜冲洗，但这医生没给你做冲洗，就切了3个口，然后缝上。过1年一看，你这膝盖也好了，这些事实啊，这些都是双盲实验做出来的啊，这没法做双盲，只能单盲。但是反正是有这种案例吧，我周六的时候会详细讲一下。这种也是，就是他通过这种一套仪式来解决你这个问题。我质疑的主要是说，他自称是神霄派，就神霄派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道教学派，但是呢，在宋朝就已经没有了，他就合并到正一教了，正一派里面了。然后正一派有一部分它是继承了神霄派的仪轨
法术，还有他的这种修炼内丹的方式，但是现在用的比较少，因为有一些问题，就是包括他的修炼的方法要求都比较高。现在再去做神霄派，而且你自己自称是神霄派，这种我不敢说100%，但是很大的概率就是江湖骗子。而且他给我这个观众写信写的这个说这个做这个仪轨的方式啊，就从我的道教知识理解，它不是一个正规的道教仪轨，不是驱灵的仪轨，他用的就是一些江湖戏法，比如说炸碗，这碗里头怎么着，给你放点东西，然后一念咒，过一会儿啪爆了，声很大。他那个其实是里面放了生石灰啊，就是很简单，就那个碗也是一个道具，你淘宝上都能买得到，就是你想做自己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他通过这种仪式呢，他就让你有一个强烈心理暗示，哎，他这个道士做法把这个狐狸精赶走了。所以你好起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你要明白怎么回事儿，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就是郭德纲说的这个迷迷瞪瞪就信了。还包括就是网上好多这种立筷子，回头我可以拍个视频。那立筷子啊，就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的原理。为什么要蘸水呢？就是你光是那筷子在那碗上是立不住的，蘸水就是增加它的接触，让这3根筷子它之间的这个张力足够，能够立得住。然后在水底下也得放点水，这样它张力够了，它就能立得住了。但是这个力是不稳的，然后你稍微声大一点或者说跺个脚，它就倒了。不是说你问到那个有问题的人名它才倒的。2根筷子也能立得起来，一根筷子怎么立呢？一根筷子更简单，它就直接底下放点那个万能胶或者是胶水粘上面就直接粘上了。但是这个胶水啊，因为底下有水嘛，粘不牢，你可能就能站的时间更长一点。然后最后他想让它倒的时候就能倒了。这个回头我有空我可以录个视频啊，炸碗就算了，炸碗这个加拿大这碗也不便宜，自己好好用着，没必要玩这个东西。那淘宝上有道具，大家可以买去自己玩，但是注意安全，那生石灰放的量不好，有可能那碎的时候划着手什么的不合适。立筷子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实验，你找筷子，找那种老的瓷碗，就别买太新的瓷碗，就是它底儿是有点摩擦力的，然后你3根筷子蘸上水，再去立，就你一定能立得起来的。这个网上有好多揭秘的，不是什么呃这个法术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你作为一个民俗，你可以这样找一个心理安慰，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你就不用说迷迷瞪瞪去信这个东西了。这是这个观众来信的事儿，我就不念他的信了啊，这写的也特别长，念也没法念，就是简单说就是这样。然后我念一念这周的一些观众的评论。首先还是这个 MK14K23这位朋友，他这个现在是我频道里边留言最多的朋友，感谢支持啊。他先是问了一个，就是锻炼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是硬底儿的运动鞋好，还是带气垫的好？这个首先所有的大多数的运动鞋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它的名字叫运动鞋，就是你做运动的时候再穿，不做运动的时候就不要穿。它很多运动鞋，它现在的设计过于商业化，就是底儿都太软了，底儿太软就容易造成你的足弓疲劳，然后你要用同样的力做同样的动作，你需要消耗更多的体能，需要承受更多的这种身体的反作用力，让你的关节的损伤更多。这是一个基本的物理原则啊，是牛顿说的。牛顿力学定律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作为人类，作为这个地球上的生物，你在地球上生活，你想运动，你就要给地球力，我们要支撑，要给地球力，然后地球给你一个反作用力，你才能走，你才能跑，才能跳。
还能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呢，你穿鞋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力量传导过程中损耗越少，你的消耗就越少。反过来，如果它这个底儿越软，你做同样的运动，你需要用更多的力，然后你需要承受更多的反作用力。最简单的实验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们身边都有这种硬的地板啊，硬的马路，你去走同样的路或者做同样的运动，比如我们都跑100米，然后你再去找个沙滩或者找个泥地，你去跑100米，你看看哪个更累。按照正常来说，就是正常我们人类的习惯，正常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来说，应该是这个柏油路，你的力量可以直接作用到地球上，你会更轻松。你去做这种越野跑，或者是做这个沙滩上的跑步，就会更累。原因就是说，你的力量需要更多的。那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你这个运动鞋越软，越有气垫，它越设计的高科技的材料，那你这个需要做同样的动作，你就需要更多的这种消耗，你的关节受到的作用力会更多。所以，所以他说这个鞋就是大家就找这种比较平一点儿的、硬一点儿的鞋，日常穿。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些这种羽毛球鞋或者乒乓球鞋，还有呃那个叫作训鞋，还有举重鞋，这几种运动鞋呢，都是比较适合日常穿，或者说我们做普通的运动的时候比较好。它一般都是一个板鞋的形态，然后底呢相对没那么软，你脚可以支撑的很好的。那举重你要是弄气垫的话，你这稍微一晃，那可能人就受伤了。所以举重鞋一般都是没问题的。然后我自己练功呢，我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就是穿的老北京布鞋，看不见，就是嗯老北京布鞋，就是冯老师也穿的这个老北京布鞋，这个就是传统鞋嘛。传统鞋，大家如果有防滑需要的话，可以买那种就是薄薄的胶底儿的；如果没有防滑需要的话，就买布底儿的，就可以让这个脚的反馈更好一些。嗯，这是鞋硬。然后提到赤足鞋了，赤足鞋，啊，本身它赤足鞋的设计理念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赤足鞋这2年特别火，之后就商业化太多了，商业化太多就造成，做出各种奇怪的，就有的我觉得已经违背它这个赤足鞋理念的这种，大家去试一试吧。反正我去买过很多赤足鞋，最后就可能挑出那么2、3款比较适合我的脚的情况，穿着舒服，做运动也没问题，日常穿也没问题的。那有的那赤足鞋，它设计有点儿太过了，就是穿上以后并不舒服，而且会很难受，也没有符合这种赤足鞋的理念。然后脚的重心呢，放在前脚掌、后脚掌还是中间？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放在这个大脚趾、小脚趾、脚跟这个三角区域里面就是正常的。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包括我们2个脚的分工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负责承重叫重腿，一个负责转向叫轴腿，他们这个重心分配也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刻意的锻炼，是可以让两边能够更平衡一些。然后大家日常的话，就是尽量控制在这个区域之内就可以，也不用太在意。你说我站着就是哎，觉得重心在脚后跟这儿，或者我站着就是这个重心在脚掌这里，不用太在意。但是它说明你的一些身体问题，就是你的重心是偏前偏后。这个可能不光是你调脚，可能更多是你要调一下骨盆的状态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下次直播的时候讲一讲怎么练下盘，怎么练下肢平衡的这种动作。然后第4个问题是，已经有足弓塌陷、脚掌有老茧的人，
虽然脚趾算灵活，但是脚趾抓力弱，承力弱，能加意识用大脚趾用力的话，能感觉脚掌承重轻了一些。问这个塌陷的足弓能不能再次重建？啊，这个是肯定是能够重建的。这个而且我们也是建议鼓励你去做治疗，然后去通过锻炼让这个足弓的功能恢复的。但是具体的可能就，呃，没办法讲得太详细，我们也可以放到下次直播的时候专门介绍一些功法。简单的话就是一个是抓毛巾嘛，抓毛巾就是比较传统的练法，还有就是可以，你要加强大脚趾的话，可以在大脚趾下面放一个硬币，然后在这个脚掌这里放一支笔，然后把这个硬币往这个笔这里去移动，这样就是叫所谓的短足运动，就是你让这个脚它变短，然后足弓就撑起来了。还有一个方法呢是，我就不脱鞋演示了，就是用这个手代替，就是我们脚放在地上，这个可能坐着练更好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4个脚趾往下用力，然后大拇指往上翘，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是大脚趾往上，4个脚趾往上翘，就这样交替做。这个就是可以恢复足弓，因为足弓有3个啊，2个，一个是外足弓，一个是纵足弓，一个横足弓，3个足弓，它具体的练法不太一样。还有一个练法就是外足弓是，保证大拇指2、3、4都不动，然后光小脚趾往外撇，这个就是练这个外足弓，这个难度相对大一点，但是练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有这个功能的，这是人体本身就有的功能。但是我们日常行走穿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小脚趾就废用了。然后亚洲的话呢，就是我们亚裔的这个小脚趾呢，通常还少一截儿，这个有利有弊吧。欧洲人可能就是他多一节小脚趾，但是也不是说有什么优势啊，这个跟种族没关系，就是比例的问题。亚洲人也是有3节的，然后欧洲人也有2节的，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生理小的知识。然后问练这些动作的时候，脚是平行还是外八字？2个足间距如何取？这个问题是看你具体练哪些动作。大多数的站桩是要求2个脚平行的，这个平行主要是指内侧平行或者外侧平行，或者是食指这块平行。不同的功法要求不一样，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啊，我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内侧平行舒服，或者我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外侧平行舒服，看自己的感觉为主，舒适自然为主。另外也看做哪些动作，有的动作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呃，步格舒缓姿势，外旋外展，然后前倾屈髋屈膝，这个是要求有一点外八字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强求平行的话，对膝盖、对小腿的压力会比较大。包括有的深蹲的时候也是要求稍微有一点外八字，而且外八字的这个角度呢，要看你下肢髋关节、膝盖、脚踝的活动能力，这个是要看具体的动作，但是有一些原则是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定。2个间距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有几种，一种是脚的外侧和这个肩的内侧平行，然后还有就是脚的内侧和肩的外侧平行，还有就是会更大。这个是看练哪些动作、哪些功法不一样。大多数就是还是脚的外侧跟这个肩平行，这个多一点，就是相对属于一个平肩裆的状态。也有一些像一字裆，它就会要求说2倍的这个步距，这个是强壮为主，就是可能往武术啊、往格斗技击这方面去练，往强壮上去练，它就要求间距大一些。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像十二桩里面这个马步捧杀，它就要求小马，就是外侧跟这个内侧平行，跟这个肩平行，它就是一个小马，非常小的这个距离，也是不同的。
然后之后还是同一位朋友，他问了尾椎、腰椎受伤之后如何康复，然后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女性在宜家椅子上滑倒，造成尾椎骨骨裂，因为工作关系每周要往返开车4个小时，没有休息，只做常规镇痛，卧床一周就日常工作了。3年后爬山摔倒，呃，卧床1个月后仍然没恢复，就做了腰椎手术，这可能就是腰椎骨折了，压缩骨折可能有。然后1个月就又上班了，手术后腰痛没缓解，日常服镇痛剂，本身胃口很小，睡眠很差，常年服褪黑素。哎，他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说，尾椎还有骶骨关节骨盆，它就是一个腰椎脊柱的一个底座嘛，所以你这里受伤没有及时治好的话，就很容易破坏腰椎的稳定性，还有腰椎的弹性。因为你下面这里底座不稳了，那你腰椎日常活动也好，日常动作也好，它就要承担更多的压力，承担更多的负担，所以就加大它的腰椎受伤的几率了。这样你可能轻轻一摔，甚至没摔，就日常工作、长期开车，它就对腰椎造成一种损伤了。所以治疗的话，包括他这个胃口小啊，也是跟腰有关系的。他如果我判断他确实是常见的，比如说胸11到腰2这块压缩骨折了的话，它就是会影响这个胃的神经，会影响这个胃口的，也可能是体质问题。然后你胃不好呢，就反过来就会影响睡眠。那你长期用褪黑素呢，你睡眠不好，更影响他的神经恢复，影响他的这个腰椎的恢复。包括他的长期的这种开车呀、长时间开车工作，这种都是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那这种的话，我觉得57岁，要不然就提前退休吧。你先把这个身体先重视起来。你要是还说还3年退休，60或者65退休，57岁了，你现在你花几年的时间挣那钱，可能真的不够你以后看病的钱。那你何必呢？我觉得就是先调整一下重心，先拿出来，比如说我拿出1个月，或者说我每周拿出2天，我去专门就去解决我身体的健康的问题。你去求助你当地的正规的医生规范治疗，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能解决的。能解决哪个就先解决哪个，也不要说我怎么有一个什么神奇的妙招啊，有个神医啊，一剂药下去，或者做一次按摩，或者做一次针灸，所有病瞬间就全好了，这不现实的。就是你要先重视起来。我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是睡眠问题，是脾胃的问题，还是说尾骨和腰椎的问题？首先他手术没做好，手术做完以后还疼的话，这个我们就没办法追究。但是我们把他做完手术这个情况能弄的话，如果是找我治，我肯定是先考虑先把他的骶髂，先把他的尾骨先调好，让他腰椎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他腰别那么疼了，这样他睡眠可能会好一点。然后慢慢我们再调脾胃，然后调整他的生活作息。你说你开4个小时，你换个工作行不行？你每天4个小时开车，反正我觉得我受不了。那有的人可能开8个小时都不累。那你现在你有腰的问题了，你有尾骨的问题了，有损伤，做过手术，你还这么开车的话，我觉得太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了，太不重视生命了。你换一个工作，或者说干脆休息下来，先把身体养好吧。这个是最重要的。治疗的话，呃，我在回复里面就简单讲了一下，可以试试这种摇山晃海，就大家找一个椅子，然后我们尽量找那个尾骨舒服的姿势、舒服的角度，然后找到这个角度之后，做个30秒到1分钟，然后再继续这样晃来晃去，前后左右晃，找这个找这个不舒服的位置或者舒服的位置都可以。不舒服的位置呢，你就避开它，然后舒服的位置呢，你就让它多待一会儿。
可能要待1分半以上，然后神经会重新调整，就是它能够让你这个盆底的这些韧带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你起码你在开车或者日常工作就不会痛的那么厉害，也太影响生活，因为这个疼痛本身对大脑的损伤可能比你吃药啊、做手术那些副作用要大得多，还是要尽快解决的。就是先要找到方法把这个尾骨、这个盆底肌群的张力释放掉。简单的话就是多散步，你散步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每天开车4个小时，我觉得你可能很难有时间自己走路了。就是先想办法把这个通勤的问题解决一下吧。然后第二个案例呢是说，男性57岁，这不会是一家人吧？前年8月，厨房滑倒伤尾椎，当时做了小指指甲两侧放血、胆经放血冰敷，尾骨末端艾灸很难达到，长期驾驶久坐会疼痛加重，日常生活不受影响。时隔1年又加重了一次，时轻时重。这个损伤是非常多的。哎呀，第一个就是你要先预防嘛，就是走路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凝神履线，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每一步都走稳、踏稳，不要再着急。你太着急，然后一不注意，就很容易滑倒、摔倒。那你摔倒的时候，如果没有学会怎么正确摔倒，很容易就出现意外，就出现损伤了。然后你身体结构在本身有问题，它就非常容易受伤。所以大家一定是注意环境，厨房卫生间，这是 MK14K23说的嘛，他就是建议大家一定是厨房卫生间不要有水，环境干燥干爽，卫生间换气扇不要省电，要一直开着，保持换气，保持地面干爽。厨房卫生地面有油，一定是湿拖布擦干以后擦干净，这个很有必要。真的就是第一步就是你要找环境，他说的这个卫生的问题，我再加一点，如果就是大家这个年龄比较大，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行动不便的人，最好是加一圈扶手，就是我至少在墙壁一侧加上这种扶手。医院里面、养老院里面都会有的，这个扶手没那么贵，在加拿大也好，在中国也好，都不是很贵。你去买，或者我自制一个钢管也好，塑料的也好，你在这个大概腰的这个高度弄一圈，你万一摔倒的时候有个东西扶，就不会摔得那么严重。还有一个就是你摔倒之后，千万不要因为面子着急啊，我要起来挣扎着起来，怎么干一个什么事儿啊？觉得摔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叫人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记得网上看到有一个视频，应该是台湾的吧，台湾的一个大姐，她就自己一个人在家，本来就是在那个沙发上面，吃着零食看着电视剧呢，然后突然门铃响了，然后一着急要去开门嘛，一着急起来，啪摔那儿了。摔那儿之后呢，那门铃还响嘛，就挣扎着就起来想去开门嘛，结果走两步，啪又摔了，然后还在那儿挣扎，然后这次就没起来，挣扎到一半又摔了，摔下去就起不来了。这就本来一开始可能伤的没那么重，然后你一着急一挣扎，那可能反而摔的损伤更大。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就是，更可惜，他是一个，嗯，北京奶牛场的一个厂长，嗯，本来没什么事儿，当时是可能是税务局啊，还是这个工商啊，就过来他这个厂子来找他聊天还是怎么？反正本来这个国企他没有那么多事儿嘛，就是也都很熟，但是他就那天就不想见他们，然后就躲到那个牛棚上面那房梁上去了。结果好巧不巧，这俩人就正好是说，哎，就是不信他不在，就去那个牛棚里去找了。找朋友一抬头，哎，正好看，哎，老韩，你怎么在这儿呢？让他这一下，
从上面摔下来，摔下来之后呢就不好意思嘛，不好意思，就是哎呀，本来这让人戳破了，躲起来又没躲多好，然后就挣扎着非要这个起来，结果这一下就伤得很重。好多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家里面做一些防护，然后日常卫生要保持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已经受伤了呢，就是正规治疗。第一个先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这个久坐要长期开车，这个能不能改？你不能改的话，医生帮不了你的，对吧？我这儿的医术最高，我给你治疗这个手术做的最好，那你这一天开车4个小时，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能解决只有你自己，就是医生顶多帮你一半儿，那一半儿得靠你自己。你不能说我这边去花钱去治病，那边我想办法作我这个身体，那肯定是拆墙的肯定是比这个砌墙的快的。你想搞破坏太容易了，你想把它恢复正常之后，你说我还开4个小时没问题，那你是恢复之后的事儿。那你现在有了这个病情，有了这个受伤的经历，做了手术，那你就是要慎重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能从4个小时减到2个小时，从2个小时减到1个小时，从1个小时减到半个小时，或者说我干脆我就不开车了。可能有的地方是不开车很难，但是我觉得你想办法一定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的。这个不是医疗的问题，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好，这个是讲完了。然后有位艾瑞威尔6723问说，颞颌关节炎跟同侧右肩经常紧绷，脖子、喉咙跟右下巴有关三叉神经处也很紧绷，有什么方法可以放松？紧绷很多年了，颞颌关节一直无法放松。它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的问题，就很多人都有。它成因呢很复杂，而且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这个从流行病学上统计看，发病率跟感冒差不多，至少30%。很多人都有过，或者有的人还很严重。有的人可以自愈，但是那个自愈呢，它并不是说恢复了，好多是他适应那个状态，他就不敢张嘴了，或者说就不敢使劲咬东西了，并不是说这个关节完全好了。这个大家首先还是要找正规的治疗，你看是什么问题。你像会引起它的，比如说我的颈椎有问题，我一侧的颈椎往一边偏，那你的颅骨就会往一边偏，然后你的颞颌关节有一边就会更紧。比如你的环椎关节半脱位，或者你的胸椎有问题，或者你的肩膀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胸锁乳突肌拉得太紧了，都是有可能造成这个颞颌关节紊乱的。还有比如说这种口腔的问题、牙科的问题，我一边牙好，一边牙不好，我总是单侧咀嚼，这都是会造成这个颞颌关节紊乱或者它发炎的问题的。大家先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情况，然后弄清楚这个病情轻重是到哪个地步了，是不是说，常规的治疗已经解决不了了。我之前治过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病人呢是深圳的一位女士，她是，呃，咬一个硬东西的时候，突然就不行了，不行之后去看这个口腔科，口腔科呢又给她做治疗，做完治疗之后反而加重了。当然，他可能是不是太正规的这种治疗啊，然后就好多人是这个张不开嘴嘛，他是治疗完以后他是合不上的，又张不开又合不上，这个嘴正常是应该是4指嘛，然后他就只能张开1指，然后合呢是牙齿不能互相碰到，这就非常麻烦了，就是他没法吃东西，只能吃流食，任何东西咬不了啊，就是你合不上这个牙齿，然后就喝了一年粥，然后整个人瘦的不行，就整个人也很焦虑很抑郁。哦，对，这个颞颌关节还跟这个焦虑有关系，好多焦虑之后，你这个下颌关节会无意识的
咬紧牙关，甚至你睡觉的时候会磨牙，这个都是会造成这个关节出问题的原因。时间长了，它这个关节间盘磨损就更不容易恢复了。第一个及时治，第二个弄清楚是什么问题。然后他问自己恢复呢，自己恢复我就是简单讲一下，有3个基础动作。第一个就是让这个关节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好多人是不会放松这个颞下颌关节的。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做按摩，按摩呢就是我们找到这个下颌关节这里，然后你用手指也好，用手掌也好，就是把它放在这里，最好两边一起，不要用力啊，轻轻的，就是你感受一下这个关节在哪儿。比如说手放上之后，张几下嘴，它这个骨头会动嘛，然后找到这个关节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手就放在这儿，不用用力压，就是只要只要这个放在这儿就可以，放在这儿它就是你的注意力、你的神经就会关注到这里，然后有个3分钟左右吧，大家最好时间长一点，1分钟肯定是没用的，就是3到5分钟，然后这个关节它就会放松，它这里神经会放松。还有一个就是后面我这个耳后的这个乳突这里、翳风穴这里也是一样的，很多人是卡在后面这里，就是下颌关节它会有一个往后运动，是卡在后头这里了。啊，这个地方也是手放在这里，嗯，不用揉，就是你手放在这里3到5分钟，它这里就会放松下来。啊，你如果觉得说我没耐心，或者说我就想揉，那就是轻轻的揉啊，很轻很慢的揉，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这你用大力的话，反而容易加重它的症状的。当然，如果能找到针灸师或者自己会针灸，做这2个穴位的针灸，效果也是很好的。嗯，还有一个放松呢，就是我们通过舌底上颚，就是把这个舌头呢，下面这个舌头一定是顶到这个硬腭上面，不要顶到前面软腭，就是你往后，舌头从上面往后去走，找到那个已经是硬的地方，然后整个舌头贴上去，贴上去之后，不用太用力往上顶啊，我们不是练一些特殊功法，就是你就只要舌头放在这儿，保持在这个接触的状态就可以，然后让这个嘴巴张开，舌头顶上，然后张开。这时候你可以手放在这个关节，你能感觉到这个关节是放松的状态了。我做的夸张一点啊，但是你自己做就不一定说把嘴巴完全张开，你感觉就是牙齿离开就可以了。也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正常应该是在90秒，就是1分半以上才行。如果时间太短，可能效果就差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做一个拉伸。拉伸，他问的是右侧嘛，所以我就是以右侧为例啊。右侧它就等于是这个下面胸锁乳突肌、颈肩这个肌肉，包括前面这里都是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就是我们把这个头往左侧，然后这里就拉紧了嘛，拉紧了之后，用大拇指轻轻顶这个下颌，不是使劲儿往上啊，就是轻轻往上，就是你第一步先把头往这边偏，这边感觉拉紧了之后，然后轻轻的把这个下颌骨往上顶，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颈椎前面的肌肉、肩膀这里有一个拉伸的感觉，这个时间就短一点，30秒到1分钟，重复3到5次就可以，不要时间太长。然后也可以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转头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放在锁骨这个地方固定住，然后头转到肩膀的另一侧，看到眼角看到这个尖角，然后转到另一边，这个我们就两边都转，不要太快，慢一点，它也是可以把这里放松下来的。这里放松下来之后，这个关节也能够相应放松下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可以专门做一个视频讲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病。
最后一个评论是 CHARMING GART3246，它是在那个短视频，就我们长视频截的那个迷走神经重启，就是保持这个头脖子不动，然后眼睛往一侧，时间长一点，然后它把迷走神经重启嘛。它是说做完以后头晕，然后哈气连天的，眼睛确实是亮了、清晰了，但是头晕持续了一会儿，问每天可以做几次。他这个哈气连天啊，还有眼睛变亮都是好的信号，就是说明他那个迷走神经啊是有一个，包括颅神经的这个视神经都是有一个重启的状态。那为什么会头晕呢？就是说明他这个颈椎可能之前是处于那种长期紧绷的状态，所以你通过这种神经的训练，通过眼球的运动，让这个神经通道松开之后呢，就是血流量会波动，就跟你蹲时间长了或者低头时间长了，突然一起来会晕一下，有体位性的这种血的改变是很类似的原理。这个就是需要一些适应，有的人他甚至就是心率和血压都会有变化。就说明他平时太紧了。这个有机会的话，多做一做这种颈肩的按摩，或者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肩颈的这些锻炼，让它放松下来，别太紧。嗯，这样就有反应。而且他这种就做一段时间，应该做1-2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他这个颈椎相应的肌肉也会放松下来的。每天可以做几次呢？就是一般你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就早晚各做一次就行了，每次1到3分钟，就是等于我们就做个3到5个循环吧，就左右各松一松就行了。这种就不在于多，就是你只要是达到效果了，觉得放松了就可以了。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神经记忆，它就不那么容易紧绷起来了。如果就头晕特别明显的朋友呢，就是把这动作幅度小一点，就别看那个看到脚了，你就看到45度，看稍微就是往一侧偏，它不是中医位，它就会有调整的。然后配合这种缓慢呼吸，有的人他会头晕，是因为他做的时候特紧张，就不呼吸了，憋着气，那你憋个30秒、1分钟，就很容易不舒服嘛。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把颈椎、肩膀这里，你可以做做按摩啊，做做锻炼，让它放松下来。第二就是动作幅度小一点，一天早晨做一次，晚上做一次就行，不用做太多。好，这是这周的评论，评论讲完了，我们再看看聊天室啊。今天聊天室人不是很多，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聊天室我没调出来，上次调出来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调出来。聊天室，我看一看所有消息，但是看不到啊。我这为什么看不到聊天呢？看不到就算了，就继续讲吧。上次那个故事呢，就是整个讲完了，但是中间略过好多东西，因为我讲的时候就是考虑平台问题，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就犹豫很多，也没提前准备嘛，所以有些我觉得讲出来可能不合适的东西就没讲，就不宣传一些太玄乎的东西了。你这个有聊天记录吗？我不知道是，嗯，广告。可以发给你。呃，但是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呢，我自己是觉得，嗯，没有嗯啊，行行，我故事就不讲了，我就讲一下我通过这个经历呢，
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看不到。首先我碰到这事儿呢，其实挺意外的。之前就是你看这些小说也好，看这个影视剧也好，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半信半疑的状态。然后包括后来拜师啊，然后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嘛，就是有一些老医生，有些这种类似附体的这个病人呢，他过来求治，当时就是也是你修行不够嘛，你当时是判断不出来的。后来呢，碰到这个事儿，我就是三观真的是有点儿颠覆的，就是确实是你看到活生生的东西嘛，然后有这个实际的案例，然后有这个他真的讲述给你这些东西之后，确实是有一些颠覆。但是呢，我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他这个状态呢，我觉得没有神话传说或者影视剧里表现的那么夸张。是不是那么神通广大的，它是局限性很多的。我上次讲的那个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去，他说的，他说已经找到我们那个朋友他女儿在的学校名字，包括长什么样子，他都能看得出来，都能知道。他说要找他女儿去报复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是发现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就他的能力呢，更多是在他所在的他生活这个区域，他这个山头附近，他想去远的地方，他去不了，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他可能能够感知或者说知道一些信息，但是他做不到，就是他干预不了那么远的人或者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他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这个社会的认识啊，就感觉是脱节的。你说他在山里面生活时间长了，或者说跟人打交道少吧，可能有一定因素。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特别像那种坐监狱、坐牢时间长的人回到社会的那个样子。我们像原来病人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他是应该是八几年、九几年还是九几年，应该八几年的时候啊，对，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严打的时候被抓进去了，就是等于替这个大哥背罪嘛。大哥是这个把这人弄死了，然后他就背罪，就顶着杀人犯的名头去新疆了，去新疆蹲了十几年牢吧。据说还是跟那个白宝山一块儿蹲过，但是幸亏没碰上白宝山，应该是，要不就活不下来了。然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个人就等于这个你怎么说呢？他就对社会就完全脱节了。然后他想的还是说，哎，当年怎么跟这个大哥一块儿创业，一块儿混社会，怎么样？他这个要当这什么叫黑社会老二吧，就得有江湖地位嘛。但你实际上那大哥都洗手了，都转白了，都做生意了，你这下边也没人听他的。当然，那大哥还挺讲义气，就每个月给他钱，想吃，想喝，想玩，然后也有一个女朋友，然后，但是他这想的东西就跟你社会现实就完全脱节。你比如他就完全不能理解手机是什么东西，他就想的还是说你得给我配个 BB 机，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碰上这个狐狸精也好，这个狐狸修道的这个大仙儿也好，他给我们说的好多事情，就你感觉他可能还是活在那个清朝啊、民国时候那种社会的信息的状态。你跟他提这个现代的一些东西，他理解不了的。你比如说像他那个电网这个东西，他就认为是你是布了一个法阵，啊，你怎么跟他解释，他就理解不了。啊，他说你就得把这阵破了，你不能摆这个东西。那你跟他说，我们把电源一关就没电了，就摆着就没事儿，不会有什么，他就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就说你们就在骗我，这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说你有的人说这是什么被附体的那个是精神有问题啊，或者装的呀？你这我觉得装不出来。就他说的好多话，你就明显就跟时代是脱节的。
还有什么呢？就是它通过影响人呢，我觉得主要就是通过一些所谓的传统的一种幻术，就是幻听啊、幻视啊。你如果是有一定的这种修行经验，比如说练打坐呀、练禅修，你见过那种幻境的话，不太容易被它迷了，反而是那种内心那种本身性格有缺陷，或者他有一定这种心理问题的人，很容易被迷。就是他为什么会被附身的那个人，后来我们了解，可能就是家里本身也有一些问题，然后也跟这个老板就是有一些矛盾吧，所以才会被附身的。然后附身之后就自己就控制不了了。但是你像我说，我也上次也说了嘛，就是他那个声音呢，就是我这两个耳朵听力不一样，所以我听着就是动物的叫声。然后你捂住我这个听力不好这个耳朵，然后好的这个听力好的这边这耳朵，仔细去听，就觉得像是在说人话。那你要我把好的这个耳朵捂上，拿这个听力有点损失的这个耳朵去听呢，就是动物叫声。但是那个叫声呢，就发的很奇怪，然后它通过那种音调啊、音长这个变化，然后加上这个重复，就好像很像他在说一些人的这个语言。然后那个不是他在那折腾有一段时间了吗？就住在那个房里面那个主人，还有他下边那些工人，就听着就觉得听得可清楚了，听的就是每个字儿都能听得特别清楚。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听这个，比如你听这个印度歌曲啊，听韩国歌，听日本歌，人家说的是韩语，说的是日语，说的是印度话，啊，你就非要给他听成是说的是中文，我在东北玩泥巴，那其实可能就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他这个肯定是有这种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就让你产生这种幻听，让你理解他想让你表达的这个意思。然后坏事的话，就是也是就是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这专门练过这个眼睛，就是能够破幻，不是说破不了，就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定力，没定力就特别容易被误解。包括刚才念信说的这个觉得自己被狐狸精怎么附体了，你真被附体的人是绝对不会说自己被附体的，就跟好多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不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反而是没被附体的人特别喜欢说：“哎，我被附体了。”但是好多经不得推敲，或者你通过一些方法去验证，很明显就能看出他根本就跟附体没关系。就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是有物理学、有这种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可能是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要玄幻的多。但是大多数人没这个机会碰到这些东西，然后碰到了呢，你也不用慌，你就正常处理啊，没有那么可怕，就是正常处理。正常就是你就当他碰到一个，可能社会上不是那么好的人，可能是一个混社会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性格不好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吧，你就去正常去处理、去应对就可以了。反而是你一看到这个东西，哎呀，自己先慌了，自己先乱了，这样你就特别容易有空隙，反而会被有机可乘吧。这是我对上次这个故事讲完的一点想法。我也是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做出了一些选择吧。反正有些东西就不太追求了。你碰到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它上限也就这样，你没什么可怕的。你自己正气存内，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些东西感觉特别恐怖或者不理解啊，或者是恐惧，或者有些负面情绪。简单的就这么多吧。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感谢这个宋老师过来捧场。
感谢你，学啊。了很多东西。那我们以后下次再见。欢迎大家周六看我的新视频。如果有需要的话，对这个英文版的书感兴趣，可以点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就下次视频的那个链接啊，就直接在亚马逊上买。你不买的话，点一下链接，我也能收到一点点佣金。感谢大家支持。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播结束，谢谢大家。